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那种手表盲盒，几十块钱买回来一个盒子，然后就可以拆出来大几百万的表。好多人都买了一堆回来开箱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全都是假货。商家又不是傻子，他只是觉得你傻而已。不过当我继续浏览网页的时候，你猜我发现了什么？哇，居然有奥特曼手表盲盒，里面都是一些有趣的奥特曼手表玩具。不过呀，如果你运气好的话，还可以猜到奥特曼生命手环，限定55周年款。据说呀，这个生命手环还可以玩奥特曼养成记，把奥特曼养大之后就可以和怪兽进行对战了。看起来呀，就挺有意思的样子，所以我就买了100块钱买了8个。这看起来也挺普通的嘛，也没有什么奥特曼的标志，不会给我装一堆水货吧？不管了，我们就随便开一个，看看老板到底是怎么骗我的。记得点赞哦。哟，好像还是一个运动手表，就是不显示时间，怎么回事？呜，轻轻一按，时间出来了，哎，这就没了，必须得按一下。力气小了还不行。然后没过3秒，它就黑了。10几块钱的一个小盲盒，开出来这样的手表，感觉也不怎么亏啊。有戏！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个黑色的吧，掂起来好像还挺有分量的。打开看看，大金表。哎，不对不对，只有金链子，没有表。算了，一看身份上面抹了金漆的，货真价实的塑料链子。哼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们买的不是奥特曼手表吗？怎么都没有奥特曼的影子？不会是老板换了一个标题，重新卖他的表了吧？哎，再看一个黑色的吧。嘿，哦，奥特曼赛罗，真出现奥特曼的手表了，上面还有时间显示11点57分，可是时间不太准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它这个头还可以变形，你瞧，这就藏起来了，按键发射。哦，好玩好玩，这个表我得带起来。来，继续，我先来给大家瞄一眼。哦，有货有货。瞧，这该不会是传说中的绿水鬼吧？两边好像还有钻石，中间是绿色的表盘。好家伙，有没有懂表的人给我鉴定一下？这该不会是那个大几百万的表吧？这我得好好保存起来。来，下一个。哎呦，特利迦奥特曼，一个儿童手表玩具，这个打开应该就是手表啦。纳尼？是个小风车，里面还有糖果。这个小风车可以挂上去，拉动链条就可以起飞。难道链条说的就是这个表带吗？哇！飞得好高啊！还有最后3个了，我们继续开。又是一个运动手表吗？不对，里面还有一张卡，是特利迦奥特曼的记忆卡。难道说这个手环就是店铺老板说的奥特曼生命手环吗？可以养一个特利迦奥特曼来玩。侧面有3个按钮，插卡的地方没错。哟，后面还带有摄像头，这里有一个开关。哦。有反应了，设置时间，提示插卡，看样子好像这个卡的数据正在读入，成功了。好奇怪呀，为什么我这里面不是一个奥特曼，而是一个光点呢？不会是插到什么高仿货吧？不行，我得问问老板。啥？还可以进化？老板直接给了我一张进化图。刚开始它确实是一个小光点，当你不断的运动之后，它就能变成为特利迦奥特曼。如果你的运动量足够的话，它还可以进化成特利迦奥特曼的空中型、复合型、强力型。更厉害的是，最终你都可以变成为闪耀特利迦。后面还有2个问号，据说那个是特利迦奥特曼的隐藏形态，电视上都没有播出过，具体是什么样的，老板也不知道。算了算了，不说了，我得赶紧去跑步了。不得了不得了，小伙伴们要进化了！这下终于变成特利迦奥特曼了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打怪兽了。来看看我们第一个碰到的是什么样的敌人啊！我们对手竟然是迪迦奥特曼，这可怎么打呀？发射光波，哎，躲过去了。继续啊！居然被击中了，糟糕了，失败了。不行，我今天必须得打败他。剩下的2个盲盒你们猜去吧。我先出去给他跑个1000米，今天必须给他升级成闪耀特利迦，要不然遇到怪兽这次可就没法跑了。不说了，拜拜。